那么香港公司公户到底怎么选？说的简单一点呢，你得先清楚你公司是做什么的，钱从哪来往哪去，平时主要收什么货币，把这些弄明白了，那么才能做出最适合你的那款企业公户。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郁金香跨境电商指南。那么我的频道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些跨境电商的一些好用工具、实用工具以及怎么样去做电商。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注册了香港或者新加坡公司，但是呢，现在有个问题来了，现在是2026年了，还是一样的头疼。那么就是新公司想开传统实体银行的公户，门槛特别高。那么动不动呢就要求关联公司有上百万的一个美金的一个流水。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测评两个到现在2026年呢依然很火的香港、新加坡公户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Airwise 也可以叫做空中云汇。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这个 StayTrace。 那这两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开户，好不好用，费用上呢会不会坑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来探讨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背景实力和安全性。首先呢，这两家都不是传统实体银行，而是商业账户支付服务商。在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呢，他们都是持牌的一个金融机构。那问题来了，我们的钱放在这种机构里安全吗？那么通过种种案例来看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挺安全的因为公司的钱不是直接放在他们的账上，而是存在他们合作银行里，比如说渣打或者新展。而且最重要一点呢，你的资金和这家机构的资金呢是严格分开的。那这里呢，我们先来说说空中云汇。这个空中云汇它比这个 StayTrace 成立的早。那么他们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那它的创始人呢是由5位联合创始人他们是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毕业的一个华裔和中国籍的一个校友。既然是华人创立的它有一个响亮的中文名，就叫做空中云汇。那么现在这个 Airwise 它的总部已经从墨尔本呢迁至香港已经搬到了香港。在香港呢，它的公司账户呢主要是跟渣打银行合作提供收付款服务。它在全球有19个办公点，员工呢超过1200人。那手里还拿着澳大利亚、美国、英国、中国香港、欧盟、新加坡等地的一个金融牌照因为发展的早，现在公司估值呢已经超过55亿美元，总融资额已经超过9亿美元所以可以看到它持有美国各州的执照与披露。如果说你正在做跨境电商不知道用什么收款，建议大家可以来注册空中云汇。怎么注册空中云汇怎么样去使用空中云汇去进行全球收款以及换汇以及支付。那么大家可以来看之前郁金香出的这一期教程跨境收款神器，外贸人必看，一站式解决问题这个就主要是讲的空中云汇的一个教学这里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视频我会把它放在视频的右上角以及视频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大家也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空中云汇的一个注册链接大家可以打开这个链接呢，跟着我一起来看看。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后起之秀。后起之秀这个 StayTrace这个呢，它是2018年在香港成立创始人不是香港本地人，而是在亚洲工作生活了10几年的法国人。他在香港的 StayTrace 呢，主要是跟新展银行合作提供收付款服务。虽然整体规模呢没有空中云汇那么大但是它的特点就更专注于香港企业账户服务也更本土化做香港的本地。第二呢，在实用性上虽然说它规模实力上其实它没有空中云汇那么强，当然这两个他们都比不上传统的实体银行，但是在实用性上。第二就是一个这两个收款的它的一个实用性虽然说规模实力上空中云汇和这个是 StayTrace 比不上传统的实体银行，但是在实用性上呢，他们比传统银行强很多。首先呢，它的开户门槛呢非常亲民他们都不要求关联公司有上百万的一个美金的一个流水证明，通常你只需要提交香港公司注册证书
那么这儿还不知道怎么样去注册香港公司的朋友呢，也可以来看郁金香呢之前有给大家出过一期香港公司注册以及流程费用的一个相关的教程哈，大家可以来看这儿。那么我们可以去用这个 Strict 去注册一个香港公司哈，怎么注册哈，大家就看我的这一期教程啊，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那只要你能提交香港公司的注册证书哈，董事股东的护照和身份证，再说清楚经营范围和相关证明呢就可以了。两者呢它都支持一个多币种的账户哈，也都支持香港本地支付通道。其中空中云汇现在支持60多种货币哈，比2年前太多了，还能开22种货币的一个本地收款账户。相比之下的 Trace 它只支持11种货币哈，跟之前差不多。在本地收款范围上呢，空中云汇已经覆盖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英国、欧盟、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些主流的市场所以说你如果做跨境电商你一定要来你还没有好的一个收款方式建议大家可以来注册这个这里我会把空中云汇的相关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那么这个 StarTrace 呢，它目前还是支持香港本地收款。借记卡方面呢，空中云汇有实体和虚拟的一个 Visa 卡。那在公户的覆盖范围上呢，除了香港公司，空中云汇呢现在也支持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荷兰的公司开户。那这个 StarTrace 呢，目前它只支持新加坡和 BVI 公司。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费用的问题大家都比较想要知道的费用这块呢，空中云汇和 StarTrace 呢比传统银行依然有优势。先说这个开户和月费，两家对于非复杂机构的公司呢都没有一个开户费。那么空中云汇呢依然不收账户管理费零月费。那 StarTrace 呢还是每月收88港币的一个服务费这笔钱呢主要是用来支撑他们比较强的真人客服支持。收付款方面香港本地收付款两家基本都是免费的，但具体到国际收付款和换汇变化不小。空中云汇现在的国际付款的覆盖它覆盖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有90%多的一个付款走本地清算通道绕开这个 SWIFT 所以很多国际付款呢可以免电汇费。它的一个换汇手续费现在是0.2%到1%不等，具体看你换的币种和金额。那么大客户能做到0.2%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空中云汇的Visa卡呢，在海外消费呢不收外币交易手续费这个很划算。那么还有一点呢，空中云汇的功能现在真的很强大现在它支持的是60多种货币22种本地收款账户，160多种支付方式的收单，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空中云汇的汇率优势就更明显了现在呢，它主打银行同业汇率呢是加0.2%，比传统银行的1%至3%的汇率呢汇率差便宜了80%左右。目前这两个平台呢现在都支持入金什么盈透证券如果说你公司有做投资的需求了，那么这两个都能用而且合规度呢都很高所以最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现在两家平台到2026年它依然是香港公司公户的一个靠谱选择。当然这个空中云汇的综合实力更强成立时间长资金规模大，支持的币种多，覆盖的国家广功能也更全。如果说你公司的业务全球化，要收付多种货币跟多个国家做生意，那么这个空中云汇更适合。而且它现在没有月费公司卡现在现金回赠，性价比也很高。那这个Trace呢，它的优势就在于本地化和换汇成本它有很强大的香港本地客服团队遇到问题能直接找到真人解决，不像有的平台纯自助找不到人。那它的换汇手续费0.1%也是它的一个大亮点如果说你频繁换汇这笔钱算下来能省不少缺点就是它的币种少只有10来个币种，而且每月有月费。所以香港公司的公户到底怎么选说到底还是要看你公司的情况，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平时用什么货币你更在意换汇成本还是更在意客户的响应速度把这些呢你自己想清楚了，你就知道哪一个
更适合你啊。这里我都把他们的相关链接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啊，大家可以去打开链接啊，需要注册的也可以去注册啊，需要了解的也可以来进行了解。这里郁金香之前也有给大家出过详细的教程空中云会的一个实测教程怎么样去实行全球收款换汇支付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那么你可以直接在我的视频首页直接搜索跨境收款，这里就可以看到空中云会的一个教程它非常适合外贸 B2B Shopify 或者亚马逊独立站的这些卖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详细的一期教程。那还有想要做 Shopify 的朋友呢，不知道怎么样去建站的朋友当然你也可以来看我的这一期教程Shopify 新手零基础建站1.4小时的一期详细教程这个呢有详细说明怎么样去建站这是 Shopify 的相关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目前它是有活动的大家可以通过我的链接去注册那今天郁金香的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